这群蒙面歹徒竟敢持枪闯入警局。本应戒备森严的执法重地，却因人员被提前支开，只剩寥寥几人在此驻守。面对全副武装的歹徒，留守的警员根本毫无招架之力。更为人震惊的是，这群歹徒冒险闯入警局的目标，竟是关押在拘留室的一名小毒贩。这个毫不起眼的小人物，究竟掌握着什么秘密，引得黑帮如此不惜铤而走险呢？欢迎收看2025法国最新动作片《救赎一击》，带你体验一场拳拳到肉的视觉盛宴。故事一开始，男主大卫与对手恩佐正在拳击台上热血奋战，一时间二人打得难分上下，激烈的战斗让台下观众也跟着热血沸腾。没过多久，大卫成功压制对手，可恩佐的实力同样不容小觑。只见他双腿迅速缠住大卫脖子，其他大卫猛然发力，将恩佐抬到半空，紧接着狠狠往下摔去。虽然凭此一击，大卫成功赢得比赛，可悲剧也随之发生，恩佐因这一摔失去了生命。这一幕给大卫造成了极大的打击。事后满心愧疚的大卫来到恩佐的墓前，想向逝者倾诉内心的歉意，而这一幕恰好被恩佐的妻子艾玛和儿子里奥撞见。里奥一看到杀父仇人，瞬间失去理智，他不顾一切的冲上前，对着大卫拳打脚踢。好在艾玛及时拦住了儿子，强压悲痛将大卫赶走。画面一转，作为毒品供应者，安达鲁在马赛的一处工厂内被一伙蒙面黑帮追杀，很快他就被一拳撂倒在地，紧接着便尝到了拳打脚踢的滋味。第二天一早，警方接到附近居民报警，称昨晚工厂内有枪击声。之后，警员们对工厂展开搜查，侦缉特勤队的女警坎扎迅速察觉到异常，她顺着地面上的血迹一路追踪，最终在工厂角落发现了安达鲁手下的3具尸体。警方立即封锁了工厂。根据现场的作案手法，肯扎认为这一定是曼舍尔帮干的。然而，警员瓦歇尔却当场提出异议，指出肯扎与曼舍尔帮存在私人恩怨，这样的判断过于草率。警长也认可瓦歇尔的观点，他将肯扎叫到一旁，提醒他办案不能仅凭直觉，必须拿出确凿证据。肯扎纵然心有不甘，最终也只能无奈放弃自己的初步判断。就在肯扎准备离开工厂时，他接到了线人电话，对方要求与肯扎单独见面。令人感到意外的是，肯扎的线人竟然是里奥。两人刚碰面，里奥便神色慌张地表示自己惹上了大麻烦，他目睹了昨晚工厂命案的全过程，杀人凶手正是曼舍尔帮。更糟糕的是，里奥不小心暴露行踪，已被对方盯上。当肯扎刚要追问更多细节时，一辆警车呼啸而至，里奥神色骤变，二话不说转身狂奔。肯扎反应迅速，立即追了上去。然而里奥显然早有准备，搭载摩托车迅速离开，肯扎只能在原地望着他远去的背影。另一边，大卫再次梦到了当年比赛的场景，被惊醒后，他坐在床上缓了许久。随后，大卫打开房门，走到屋外，面朝大海，试图寻得内心的一丝平静。之后，大卫来到招工现场，工地负责人一眼就相中了他。紧接着，大卫加入了盐碱地的开垦工作。结束一天的劳作，拿到工钱后，大卫骑上摩托回到住处。刚到门口，他就看到了一位意想不到的访客艾玛。大卫只好将他请进屋内，二人简单聊了一会儿。原来自从那次比赛结束后，大卫始终抹不去内心的阴影，于是选择放弃了拳击，过上了隐居生活。而艾玛此次前来寻找大卫，是因为自己的儿子里奥。自从丈夫去世后，艾玛整日昏昏沉沉，疏忽了对儿子的照顾。半年前，里奥前往马赛投奔表弟雨果，两人同住后，里奥开始涉足面粉交易，等艾玛发现时已无力阻止。然而就在几天前，艾玛收到了里奥的求救电话。挂断电话后，她立刻报警，却被警方无视。对方显然不在意一个小毒贩子的安危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艾玛始终没有里奥的消息。无奈之下，她只能来求助大卫。见大卫面露犹豫，艾玛知道别无他法，最终选择用道德绑架迫使大卫帮忙。接着，艾玛将随身手串塞给大卫，这是他向圣母玛丽祈祷来的，希望能保佑大卫平安，将里奥带回来。望着眼前这位满怀期待的母亲，大卫无奈只好答应下。时间紧急，大卫立即启程前往马赛。在导航指引下，大卫抵达了艾玛所说的公寓。刚下车，他便在楼下逮到了一位公寓住户小黑。凭借自身高大魁梧的身形，大卫3言2语就镇住了对方，强硬要求其帮忙照看车辆。随后，大卫径直走进公寓。等他来到房间门口时，发现屋门并未上锁。他小心推门而入，警惕地查看四周，屋内一片狼藉，家具翻倒，物品散落，像是遭遇了歹徒洗劫。还未等大卫反应过来，一把枪就抵住了他的后脑勺。身后之人正是坎扎，显然他也是在寻找里奥。大卫急忙声称自己受艾玛所托，前来寻找里奥。确认大卫的身份无误后，肯扎才慢慢收起手枪，继续在屋内翻找线索。结果发现了一张特殊的照片，照片上的人正是之前救走里奥的女孩。肯扎将照片放进口袋。确认屋内没有其他线索后，二人下楼找到了小黑。经他描述得知，雨果遭到了一帮歹徒的殴打，现在正在克莱瓦尔接受治疗。肯扎闻言立即开车前往医院。另一边，曼舍尔和手下老黑坐车返回帮派领地。下车后，曼舍尔径直走向不远处的小弟，询问是否有里奥的消息。得到否定答复后，曼舍尔当即命令小弟召集所有人集合。接着他走来一个集装箱前，打开箱门，此时的安达鲁正在遭受残酷折磨。
看着眼前仍死鸭子嘴硬的安达鲁，曼舍尔只好用他的家人做威胁。当安达鲁听到妓女凄厉的惨叫时，协议防线彻底崩塌，终于说出了面粉的藏匿位置。曼舍尔即刻派人前往搜寻。与此同时，肯扎已经抵达克莱瓦尔医院。等他走出地下停车场时，大卫早已在此等候多时。看着眼前这个固执的大块头，肯扎让大卫不要过多插手，有消息会及时通知他。可大卫依旧不肯让步。无奈之下，肯扎只好带他进入医院，并叮嘱他不能擅自行动。而这一幕被守在医院外的小弟尽收眼底。与此同时，黄毛将一沓寻人启事分发给手下，并承诺找到忍者赏金1万。这时，曼舍尔也收到了医院传来的消息，得知警察也在寻找里奥。为防止警察抢先一步，曼舍尔立即命令手下给警方制造麻烦。医院内，肯扎找到了雨果，拿出照片询问他是否认识这个女孩。雨果称女孩叫伊娜雅，自己和她不熟，但认识其在波普夜总会上班的姐姐法图。因雨果伤势过重，肯扎没再追问，况且他已经得到了关键线索。就在肯扎即将离开医院之际，大卫叫住了他，询问是何人对雨果下此毒手。肯扎只好告诉他，这是曼舍尔帮干的。曼舍尔帮就是马赛的一颗毒瘤。话音刚落，肯扎就看到了医院外徘徊的曼舍尔帮成员，对方明显来者不善。肯扎只好让大卫待在原地，自己上前与他们交涉。面对肯扎的质问，两名帮派成员以看望朋友为由搪塞，显然一副笃定没犯法，警察拿他们没办法的嚣张模样。很就在肯扎转身返回之际，其中一名小弟出言向肯扎的弟弟问好。正是这句话彻底激怒了肯扎，只见他立即转身抽出腰间的警棍，对着两名小弟一顿猛抽。大卫见势不妙，及时拦住了肯扎，这才防止他在失控下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。而肯扎当众无缘无故打人的行为，很快被警长得知。警长只好将他叫到办公室核查。为了给受害者一个交代，肯扎只能被迫暂时停职。走出办公室，肯扎看向周围的其他警员，明显都是一副看热闹的表情，根本不想牵扯其中。肯扎只好求助于搭档伊恩，让他有案件进展及时告知他，可伊恩也拒绝了，他不想为此失去工作。肯扎闻言只好无助地离开警局。没想到大卫此时还在警局外等着肯扎。大卫想了解雨果透露的线索，肯扎只好将法图的工作地址告诉大卫。就在大卫准备离开时，肯扎叫住了他，表示不放心大卫一个人前去，而且自己也不愿就此放弃。于是肯扎提出和大卫一同行动。当大卫询问他与曼舍尔帮的恩怨时，肯扎避而不答，只称里奥是自己的线人，他必须保证里奥的安全。而此时躲起来的里奥目睹了楼下的场景，意识到曼舍尔帮正全力追杀自己，涉世未深的他瞬间慌了神，恐慌如潮水般将他淹没。也有伊娜雅见状急忙安抚，在他的劝慰下，里奥渐渐平复心绪。晚上，肯扎和大卫来到了波普夜总会，二人四处打量一番后，发现了在吧台工作的法图。肯扎主动出击，上前询问伊娜雅的住址，岂料法图非常警觉，拒绝回答，想离开。肯扎及时拉住了他，但此景落入场子负责人光头男眼中，他想要将肯扎赶出去。大卫赶忙解释他们并无恶意。光头男打量着身材魁梧的大卫，根本不信这样说辞，当即通知手下有人在吧台闹事。紧接着收到消息的小弟赶到现场，将大卫困在场地中央。看着眼前的局势，大卫明白只能动手解决了。一旁的肯扎也不甘示弱，甩出警棍上前支援，奈何对方人多势众，二人很快被制服赶出酒吧。或许觉得不解气，一群人又对着大卫一顿拳打脚踢。趴在地上的大卫喘息片刻，转头看到了手腕上的手串，一股力量涌上心头，自己堂堂一代拳王，岂能忍受如此屈辱？大卫满腔愤怒再次冲入酒吧，而肯扎只以为大卫疯了，竟主动前去找打。只见闯入酒吧的大卫一记重拳放倒西装男，随即翻进吧台，想要跟法图好好聊聊。可面对大卫如此大的块头，法图早已被吓得不知所措，慌忙逃窜。这时酒吧内的其余人赶来支援，大卫只好先挥拳迎敌。凭借强壮的体魄和精湛的拳术，大卫一路从楼下打到楼上，终于消除了所有阻碍，来到法图面前。他放软语气让法图别怕，称自己只想问些问题。可话音未落，一把长枪已抵住他的后脑勺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来人正是肯扎。大卫被这一枪吓懵了，缓过神来后，大卫可不想沾染人命，急忙去查看男人的情况，原来只是虚惊一场。肯扎使用的是橡胶球弹枪，而肯扎则来到法图面前，详细说明了他们的来意。惊魂未定的法图只能问傻打傻。肯扎这才得知，伊奈亚和里奥正躲在弗莱瓦隆公寓，但此公寓位于一个治安恶劣的街区，警察根本无法进入那里。不过好在肯扎已被停职，而且大卫这人高马大的块头肯定不会引起注意，但他不能顶着这一身血迹前去。肯扎只好将大卫带回自己的公寓。在天台上，大卫毫不避讳地脱下上衣，看着这线条分明的腹肌，肯扎也忍不住发出赞叹。这时大卫注意到了一旁的照片，并询问照片上的男人是谁。肯扎迟疑片刻后坦言，那是他弟弟，而他与曼舍尔帮的仇怨也由此而起。二人从小和曼舍尔帮的人住在同一街区，有一次弟弟在参与社区建设工作时不慎得罪帮派成员，事后他的弟弟就被曼舍尔帮绑架并被活活烧死，甚至还将虐杀视频发给了肯扎。得知弟弟死讯，肯扎非常愤怒，但曼舍尔帮行事诡秘，警方始终找不到证据。直到安达鲁案件发生，肯扎敏锐察觉帮派再次作案，可警局同时认为他被仇恨冲昏头脑，不愿相信。即便如此，肯扎依旧坚信能将他们绳之以法。
大卫闻言不知如何安慰，默默递上了手中的酒。毕竟一醉解千愁，可女人似乎有点借酒壮胆了。Qu'est-ce que tu fais? J'ai envie de baiser. Attends. Qui t'a dit que j'étais OK? T'es pas OK? 第二天一早，波普夜总会被打的三人直奔警局，向肯扎的上司施压讨公道。警长查看监控后勃然大怒，立即下令把法图带来警局接受调查，同时追查大卫的身份。伊恩清楚事态严重，趁无人注意时，赶忙给肯扎打电话通风报信。此时的肯扎与大卫已抵达弗莱瓦隆公寓，他们通过楼下信箱确定了里奥的住址。肯扎敲门表明来意后，里奥这才谨慎地打开房门。与此同时，法图公述出了大卫和肯扎的去向，警长立即召集警员赶往弗莱瓦隆公寓。糟糕的是，曼舍尔也获知了里奥的藏身之处，派出大批手下前去追杀。而此时里奥看到大卫的到来，情绪非常激动，坚决不肯跟二人离开。肯扎无奈只好劝说里奥暂时放下个人恩怨，为伊娜雅着想，不能将他也陷入危险之中。就这样，里奥最终被说动准备撤离，可一切都以为是意外。曼舍尔帮的人已经来到楼下，四人只好从后门逃跑，可很快他们就被发现了。危急时刻，大卫让肯扎带着里奥和伊娜雅先行，他留下来断后。大卫本以为对方人少好对，可就在他将摩托车上的二人扑倒后，大批帮派成员蜂拥而至，大卫只好转身逃跑。好在警方及时赶来，这才及时控制住场面。接着，大卫等人被带回了警局。法图见到妹妹平安无事，激动地将她紧紧抱住。随后，警长将肯扎叫进办公室训话，这恰好给了大卫和里奥单独相处的机会。经历生死救援，里奥对大卫的态度缓和许多。看着大卫万生的手串，里奥也明白了大卫是受母亲所托前来营救他。两人敞开心扉交谈了一会儿，里奥心中的怨恨也在对话中渐渐消解。紧接着，肯扎向警长解释完事情来龙去脉后，便和同事带里奥去审讯室做笔录，留下大卫在外继续等候。与此同时，曼舍尔得知里奥被警察带走后，非常愤怒，立即命令手下想尽一切办法让里奥消失。审讯室内，伊恩按下录音笔开始询问。经肯扎点头示意，里奥决定不再隐瞒，将那晚的所见所闻如实道出。几周前，里奥得知消息，安达鲁会与一个神秘人见面。出于好奇，他秘密跟踪安达鲁的手下来到会面地点。等里奥进入工厂时，安达鲁早已被曼舍尔帮的人控制，而里奥则亲眼见证了曼舍尔的暴行。时间回到现在，警局内陆续接到多起报警电话，各组警员纷纷出警赶往案发现场。察觉异常的警长走出办公室询问情况，看了眼前的报警提示，警长内心隐隐感到不安。这时审讯室内，里奥突然爆出猛料，安达鲁曾向他透露，神秘人的身份是警察。肯扎闻言浑身一震，下意识地看向伊恩。就在这时，一直沉默的瓦希尔果断出击，利刃瞬间刺穿伊恩喉咙，接着他拿刀抵住肯扎的脖口。好在肯扎反应迅速，开枪打死了他，枪声自然惊动了屋外的人。紧接着，警局突然陷入黑暗，一声枪响打破了寂静，曼舍尔帮的人竟持枪闯入。肯扎及时出手拦截了他们的袭击，大卫和警长才能得以脱身。之后，几人打算从应急通道撤离，警长主动走在前面探路。可不幸的是，警局早已被歹徒包围，警长直接被开枪打死。肯扎瞥见了拐角处的身影，瞬间认出是杀害弟弟的曼舍尔，仇恨涌上心头，他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，却被反应敏捷的曼舍尔躲过。面对前后包围的歹徒，大卫立即带着肯扎和里奥从侧门退回办公区域。三人借着办公桌的掩护，小心翼翼地转移。肯扎刚确认门口无人，准备示意大卫行动时，幸运的是，大卫刚刚将防弹衣让给了肯扎，肯扎这才侥幸捡回一命。接着，大卫就冲出去为肯扎报仇，一枪击毙歹徒。枪声自然吸引了曼舍尔的注意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大卫飞扑护住里奥，自己却中弹受伤。接着，大卫拿着防弹衣，顶着密集的子弹冲上前，成功杀死一名歹徒。事到如今，警局内只剩下了曼舍尔和手下老黑。曼舍尔径直来到里奥跟前，就在他即将开枪之际，肯扎及时出现，二人快速扭打在了一起。可肯扎身形瘦小，在强壮的曼舍尔面前连遭重击。好在肯扎反应灵敏，及时抽出警棍，狠狠刺入曼舍尔的右眼。接着，肯扎带着曼舍尔径直撞在墙上，警棍直接贯穿了曼舍尔的头颅。另一边，大卫与老黑也展开了恶战。拳脚交锋间，大卫凭借精湛格斗术占据上风，最终一记重击两截老黑。危机平息后，里奥与伊娜雅感情愈发深厚，两人并肩坐在海边。这时，鞍马的身影出现在他们身后，看着多日未见的母亲，里奥快步冲上前抱住了她。不远处，大卫和肯扎望着这一幕，欣慰的相视一笑。故事至此结束。影片救赎一击，为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视听盛宴。影片的情节紧凑，从曼舍尔威逼安达鲁到各方势力对里奥的追查，环环相扣，毫无拖沓之感。其中动作场面堪称一大亮点，那种拳拳到肉的真实感，以及紧张刺激的节奏，让观众仿佛置身于一场激烈的格斗之中，尽情享受了动作片带来的视觉冲击与快感。与此同时，影片对人物情感的刻画也较为细腻。
大卫在每一次挥拳的瞬间，眼神中都交织着痛苦与解脱的复杂情感。他深知自己所做的一切，既是在拯救里奥，也是在向恩佐的亡魂赎罪。女警肯扎则面临着正义困境的艰难抉择。为了能够成功破案，铲除曼舍尔犯罪集团，他不惜游走于法律的边缘，甚至与黑帮线人进行交易。孤独之处在于，部分情节稍显老套，缺乏一定的创新性。但整体而言，《救赎一击》是一部值得一看的动作佳作，能让观众沉浸于这场充满危机与救赎的故事之中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你们的点赞、评论和关注是对我们最好的鼓励，咱们下期再见。